Hello，大家好，我是东来。这两天数码圈有一个比较炸裂的消息，就是一家做这个 HiFi 耳机的厂商，他们居然出手机了，而且这家厂商就是成都本地的品牌水月语。近水楼台先得月啊，所以我已经拿到这台手机了，自己花钱买了一台，因为我觉得它应该会非常有意思。今天我们就来马上开箱。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包装啊，二次元浓度还是挺高的。这个水月语加的东西一直都这样啊，这个正常。好，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包装真的是，第一它很轻，第二这个真的是少见的薄哈，非常薄的一个手机盒包装。后面有它的一些相关信息，它的型号就水月语 Moondraw 叫 MIAD01，怎么念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看群友这个有开玩笑说这个长得很像某厂牌的番号。好了，它是一个256GB 的版本，然后就是成都水月语科技有限公司，制造商来自于温江区啊，这个确实是成都的骄傲啊。好，我们话不多说，直接开拆啊。它外面是有一个塑封，我们就直接拆掉它。这个包装其实印刷感觉还是不错的，对。然后两边都还有一个小封条，拆掉它。OK， 好的，来打开看一下，这就是它手机的样子。哇，这个看着就还蛮带感的。然后上面写的是高保真流媒体音乐播放器，然后移动互联网音频终端啊，人家压根就不跟你说是手机了。好了，我们直接来看手机，这个袋子直接这边撕开就可以。这手机拿着感觉还蛮轻的，而且这个部分感觉还挺薄的，上面会稍微厚一点。整体呢是那种偏塑料树脂的感觉，然后背面呢有一些这个纹理，还挺有质感的。这边有做一些他们这个品牌的一些水月语的标识呀、型号的标识。上面这儿亮点来了，4.4的 balance 的4.4的平衡口，而且是带了麦克的。这边是3.5口。好了，这台手机的最大特点就在这个位置，自带了极为先进的3.5耳机口和从来没有在手机上看到过的4.4平衡口，屏幕还蛮大的啊。我看它有些什么配件，这边有它的进网许可，这边还有一个小的配件盒。来看一下有什么东西，有一条编织的数据线，是一个 C2C 的，这边有一个它的说明书啊，下面这边还有一个卡针。好，这就是它的所有东西了。所以为什么它包装这么薄？因为里面是没有附带充电器啊，这个非常环保啊，和苹果一样。OK， 这个就是它包装里的所有东西了。这侧面这个橙色按键真的是特别漂亮啊，底部还蛮有意思的。好，我刚刚已经把这个手机研究了老半天，装了一些软件，试用了一下。这会儿来和大家说一下它的一些基本情况。好，它是一个6.7寸的 OLED 的屏幕，这个刷新率什么的我看了一下也还是挺流畅，高频调光啥的也都有，看着还是不错，屏幕蛮大的。整台手机呢，我刚刚实际用我的这个咖啡秤称了一下，204克，对，还 OK， 就拿在手里你的感觉确实就还是就不重，因为它毕竟这么大的屏幕嘛。这台手机呢是搭载了天玑7050的一个8核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器，12GB 的这个 LPDDR4的这个运存，然后存储空间呢是这个256GB UFS 3.1。日常使用我刚试了一下，没问题，就整体还是挺顺滑的。然后呢，这台手机它内部这个系统呢，它基本上就是接近安卓原生的一个系统，当然这个里面还是做了一些简单的这个 UI 设计。总体来说呢，简单，但是呢用着也还 OK。好，然后别的还有啥？就是说2个摄像头试了一下，比我想象中会稍微好一点。说它不光可以扫码拍照也能看，清晰度我觉得还是 OK 的，只是说呢颜色方面确实这个就和这种大厂差的有点远。但是你要需要应急拍个照，我觉得也能拍。而且我觉得它最逗的就是我没想到的，它居然还有各种什么人像模式、长曝光，还有这个延时摄影，居然这些等等的功能都有，也不是不能用系列，我觉得还是蛮逗的，比我想象中会稍微好一点。一颗超广角，一个标准的广角镜头，你要真要拍个照，我觉得也能用。好，其他的呢就是33瓦的 PD 快充，充电速度也还可以，配合这个5000毫安时的大电池，续航应该是问题不大。好，说了这么多，这台手机到底我干嘛要买它，对吧？2000多块钱，
这个平淡无奇的性能。好，这台手机你就不要把它当手机看了，它是一台正儿八经的 HiFi 无损播放器。可以留意到顶部这个已经很久没有在手机上看到过的3.5耳机孔，甚至第一次在手机上看到有一个4.4的平衡接口。那么你就可以使用各种这种好一点的、昂贵一点、单元复杂的、专业的有线 HiFi 耳机，甚至一些大耳机，我觉得怼上去都没问题。这个就跟现在一般的这个手机用蓝牙去听耳机，或者说你接一个小尾巴解码器的体验完全不一样了。这台手机呢，内置了2颗 Series Logic 的这个也算旗舰级别的解码芯片，然后呢，拥有一个全平衡的这个输出的这样一个设计，所以它基本上你就可以完全当做一台相对比较专业的无损随身听来使用了。然后我刚刚有去下载 Apple Music， 还有据说音质更好的 Tidal， 直接把它的这个音质开到 Max， 里面有这种24bit 48千赫兹的这种 FLAC 文件，就是已经算是无损文件。然后我找了一排耳机挨着去试它的音质。我先找了这条比较经典的大品牌深海塞尔 IE600，这条耳机呢相对还是比较好驱动，但是它潜力挺大，插上去声音确实真的还不错，非常大气中正，这个能把这条深海塞尔本来的味道给弄出来。那我试了这只绿洲耳机，它是一个复合单元的，听着也不错，人声流行，非常舒适。这个手机我觉得已经可以把它驱动得很好了。我还找了一条特别难驱动的耳塞，来自于这个 Soft Ear， 这个非常经典的这个叫 RS10这样的一个10动铁单元的一个入耳式的耳塞。这条耳机啊，它真的是在很多专业的随身听上面驱动相对都比较困难。我刚刚试了一下用这个手机，直接我是换了一条4.4的平衡线，推力会更大，直接这样插到手机试了一下声音，我震惊了，音量居然最多到50%就已经很足够了，我觉得驱动的还是很不错。这台手机呢，据说它的这个推力水平大概是能到索尼金砖的样子，特别是在这个平衡口下面，那你基本上驱动一些比较常见的单动圈，或者说是没有这么复杂，这个都已经10单元了，听起来效果真的很不错。我刚也感受了一下，就别说和蓝牙比了，就跟一般的那种有线耳机相比，我觉得这台手机它已经算是一台比较专业的这个 HiFi 播放器了。这个体验真的是非常特别，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如果你用一个专业的这种随身播放器，你还得连一个 WiFi， 你才能使用这样的流媒体软件。而且啊，很多专业的这个播放器，实际上它的这个，就说它的这个处理器其实规格相对比较低，所以你在运行 Apple Music 也好， Tidal 也好，甚至网易云 QQ 音乐也好，经常会出现画面不够流畅、卡顿的问题。如果说你是用一个一般的手机，搭配一个小尾巴再去接这个耳机使用的话，第一没有这么方便，第二你还会比较担心，就这个解码器会不会吃电太厉害。同时你还如果除非是无线充电，你还没法同时充电，对吧？你牵个小尾巴，那感觉多少还是有点区别。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手机它是从设计的时候就已经考虑了很多音频的因素，所以不管是软件硬件，他们是从底层方面对于这个音频播放确实有一些优化，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别致的体验。就对我自己来说的话，就说这个手机怎么讲，你说非要把它当成一个主力日常使用的手机，勉强能用，但是我自己肯定不会用，因为我是对摄影、拍照还有这个系统流畅各方面要求很高的。但是这台手机我就单纯的把它拿来当成一个移动的流媒体在线音乐播放器，我觉得这个体验实在是太好了。它确实也是一台完整的独立使用的手机，基本上就是说该有的功能啊，真的还真都有啊。我刚才看了真的是什么蓝牙，我也拿了2副蓝牙耳机，也连接了一下，什么 LDAC 这个连接模式通通全都有，音质也还真不错，我感觉比一般的这个手机蓝牙感觉都还好一点。那除了日常使用，我就觉得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可以打电话的这个无损播放器啊，这感觉真的是太好了。3.5、4.4，有什么耳塞都可以怼上去。如果是一些阻抗相对低一点的大耳机，它应该也没有问题。好，其实关于水月语这台手机，去年11月水月就已经找过我，
就说他当时是想让我帮他来调一调胶片滤镜相关的东西，所以当时就知道有这么一个项目，确实觉得还是蛮诧异的。说实话，这年头，一个厂商，对吧？这个手机大家知道是最卷的一个行业，一个厂商，特别是一个 HiFi 厂商，还有心思来做这么一个别致的产品，我觉得还是本身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包括甚至昨天夜里深夜，我都还和水月聊了老半天，挺不容易的。我觉得做出来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昨晚上我也给他说了一句话，叫做 "Done better than perfect"。这台手机肯定还是有很多这个不完美的地方，那必须的，这么多大厂都还卷不过来呢。但是我觉得它确实做出了一些很有特色的地方。这个确实是在这个 HiFi 手机这一块，真的我们都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过了。而且我刚刚具体的试了一下，从外观设计也好，还是从它的这个音频体验来说，我自己来说这个价位真的是，有点意思。我就不买手机，我就当成是买了一台在线播放器，我觉得还真的还挺好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值得支持一下。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就像什么呢？就像相机里面的理光 GR 或者是富士 X100这种机器。你知道很多这个爱好者也好，职业摄影师也好，他们也很喜欢这两台机器，但是没有人会用这两台机器真的主力去干活或者干嘛，他们都是当成一个随身的、便携的、少接的备用机。这个其实和你的主力系统一点都不冲突。那我觉得水月这台手机差不多就有点这个感觉。你看那两台相机现在真的是抢破头的状况，所以这种手机如果做的有意思的话，我觉得也还是有它的一席之地。这个就是我今天极速开箱对这个手机的一个初步的了解，或者说把玩吧。我个人觉得是蛮有意思的。我只希望呢，他们能继续把这个事情坚持下去。水月好像已经也在继续考虑这个东西以后要怎么做了。总之，我觉得咱就先支持吧。OK， 以上就是今天开箱和简单试用的所有内容，我们下次再见。好，就这样吧。